哎呦，大家好啊！今天这一集会有一点点劲爆，要讲我们对大马偏见的转变。对大马的偏见有3样东西进行转变了，这都源于一个故事，一个采访的故事。那么首先我想要来请问一下，王太，那么我们是哪一个故事来改变了我们对大马的偏见呢？主要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潜在的消费者，给大马的一个红棕油品牌 Harvest 它的这个官网上的客服写了一个邮件，我说我对他们的产品很有兴趣，但是呢，我有一些疑问，我特别想来参观他们的工厂，那么能不能有这个机会？这别人也能够答应吗？我也觉得就很莫名其妙，对吧？你也不是他的消费者，对，你又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经销商、代理商，你是一个潜在消费者，就还没买过别人东西，是的，居然提出说我想参观你。对，我也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 small potato， 人家肯定直接ignore，没想到过了1个工作日，我就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并且他们问我说可不可以电话聊一聊，我就感觉到不一样。然后这个电话聊完之后，他们就有2位工作人员带着电脑，带着他们的 presentation 来到我们 Olibano Oka， 给我们2个做了一个非常认真的1个多小时的专门培训。这才太重视消费者了。是的，并且很快在那一次培训完之后，他们就帮我们安排，然后见到了这个Harvest 品牌的创始人和他们的董事长 Steven。对，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工厂实验室。真的觉得太幸运了，我们又是外国人，生活在大马。真的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因此改变了一些偏见。那么今天看完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2个外国人对大马的红棕油改变了哪些看法。你也会知道我们对大马的公司有哪些偏见被转变过来。还有呢，一定要落到人上面。我们对大马的这样年轻的 Steven 跟我们俩年纪差不多创业者，对他又有哪些偏见，有了我们新的认知3个部分想讲给你听。首先来说红棕油，它呢其实是棕油的一种，但是是一个很小的品类，很 premium 的。王太，那就要讲本来你对它的认知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咱们是发生了什么样比较大的一些偏见呢？改变呢？红棕油嘛，红棕油其实是在超市的货架上面看到它包装的漂漂亮亮摆在那里，是很认真的看过。但是我一想到红棕油这个词根还是棕油，我就立刻就打倒了自己。因为对棕油，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好像它是不健康的、便宜的，然后只有那种无良企业他们大量在使用什么方便面的油炸啦、饼干啦，对，就上面会写着都上面都是写棕榈油，对，好像棕榈油就等于低端油在您开骂之前不要急我们讲的是原先的认知我们马上就转变过来了。但是这个印象就带到大马还是这样认知的，因为也没有人和没有新的认知来告诉我们说你其实错啦，不应该这样想，对吧？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甚至于我呢是觉得它这个颜色红红的，会不会沾染到一些食物？另外呢，在中国你看我们老人有些喜欢用花生油菜籽油，都会有一种味道，不是那种无味的植物的味道，所以我就不知道它那个会不会又有一种什么新奇的味道出现那没有必要。并在此前提下，因为你一直给我们家用的是哪些油，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家用了很多年了，快十几年的是冷榨的牛油果油和特级初榨橄榄油 extra virgin olive oil。那你一定有你健康的原因嘛？我们来说说看。那么现在改变成什么样了？你现在对红棕油的认知哪些变化过来了？现在很直观的改变就是在跟他们采访完之后，尤其是当这 Steven， 我问了他10个作为潜在消费者对这个红棕油的一些疑虑之后，我请他回答了我这10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彻底改变印象，然后回来就立刻买回来开始用了，已经改变了，行动就有改变了，下单买了。它的价格怎么样？它的价格是比我们平时用的牛油果油要便宜这个一半到2/3这个样子，然后比我们用的这个橄榄油也起码便宜这个一半。
所以差距巨大，应该说。对我来说，这个用油自由啊，省钱了，就确实是省钱了。是的，是的。那价格有很大的变化，一定会源于你的一些认识。那我首先来说一下，我呢特地拿一个手指试了一下，一点味道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味道，是完全是无味的一个状态。是的，是的。那它那个颜色呢？有时候你做菜，比如说啊，我喜欢拌豆腐啊，我也炒过一次蔬菜，它那会染上一些这个橙色、橘色，还蛮漂亮的。就是你好像做三文鱼也试过，对吧？对，我们做我们的 sous vide salmon，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实验啊。因为平时我们里面放的是橄榄油，然后这次放的是红棕油，发现在烹煮完第二天，我们的salmon 它的这个鱼肉的颜色就显得更加橙红了。很漂亮的。对的。那就要回答刚才遗漏一个问题，你原先认为它可能是听到就觉得不健康嘛？其实跟传播有关系，因为后来创始人还有一些大马朋友也告诉我们，他们觉得西方一直在诋毁棕油，因为他们自己不能种，他就推销他们自己的油。那么你现在认知到的红棕油，它是棕油中间一个比较 premium 的东西，它有一些什么营养的特点，让你觉得原来它不是代表不健康？首先要说，棕油它确实有它很多的特别好的营养价值，甚至它有它的这个优点。我们在 Steven 那边的办公室里面也看到有一个来自联合国的这样一个数据，就是棕油它是使用了非常少的土地面积，在全球土地面积里面，它好像是6%吧。对，这是用了3%几的面积，然后它的油的特别高，对，它出油率非常非常的高。那对比那个大豆的话，那简直就是是几倍于它的这个出油量。所以就是这个是首先是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的。对，因为大家一直诟病呢，他们有环保的问题，因为你用了这样的破坏了。可是呢，你得跟其他的油来比嘛，对，它用的更少，产量要更高，效率更高，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冤枉的。是的。然后第二个我就说营养上面有什么改变呢？营养上的改变就确实如果是精炼的棕油，它的这个生产工艺上的一个是可能使用化学药剂去漂白，让它变得颜色澄清无色，以及它230度甚至是250多度的这样一个精炼处理，其实是让棕油本身的很好的这些营养都已经流失了。那它也会在高温的过程当中产生另外一些令人担忧的物质，其实会影响健康，反而不好。对，但是这个红棕油Red Harvest 它采用了一些所谓的非高温的蒸馏技术，对，它既保留了红棕油这个很漂亮的颜色，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红棕油里面的有效营养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E、维生素 A， 还有胡萝卜素。你看到这个漂亮的色泽，然后在没有避免这个高温的环节的话，它就不会我们所说就是在油在送到你之前已经被油炸过一遍了，它没有这个再油炸过了，它就不会有那种令人讨厌的这个对身体不好的物质。对，相对是比较健康、比较弱的。对，就是这个是说到这个呢，我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期节目的3件事情啊。首先呢，我们既然去参观了、去采访了创始人，就剪了一个40分钟的视频，原汁原味的呈现给你，了解真正的大马公司它如何创业，用大马的棕油做出这样的一个未来是世界级的又比较 premium 的油。第二呢，王太和创始人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快问快答，问了很多问题，创始人自己呢还拿着那个产品来跟我们介绍，我们就会放到会员节目之中因为这个并非是这个会有很多人关注的，但是呢对关心自己健康、想要深入了解红棕油、改变自己用油习惯的会有帮助。第三非常重要这个节目其实一点都没有和对方企业有任何利益关联我们都是出自自愿。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说第二个改变，就是对大马的公司，原先很多商号行公司在大马咱们也看了不少，原先是怎么认知的这些企业，现在看了这家 Harvest， 他们还蛮年轻的，是的 MCO 前才创立的，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偏见的转变和是什么呢？我之前可能对马来西亚的创业公司，我可能还会觉得说创业比较多的是在于这种电商或者是餐饮，我好像很少看到
很少觉得说像这种传统的实体产业经济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大家去创业的。对，好像如果你不是很资本雄厚的，这样像 YTL 啊这种大的巨鳄，你好像没有可能去染指这个。但是我看到的 Steven 和他的这个公司，你能看到一个创立大概多少年啊？他就是 MCO 前，大概是18年吧，就这样才创立的。反正不久了，对10年之内，10年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你能看到它有自己的厂房，然后这个厂房里面就真真实实的在生产它的这个红棕油产品，然后还有灌装车间。你会发现说，如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园里面，可以说是应该是也不算是特别远的地方，对吧？对，在那个世贸悦，世贸悦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这样一片场地上面，竟然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你觉得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创业啊！对，这里我也有2个偏见的转变啊。首先我在想 ，OK， 即便是实业创业，但是做油应该一定有大企业那么传统来垄断，怎么还会有小公司的机会呢？又是一个大马本土品牌，拿着大马的油棕做出来了 premium 的产品，就好像在沙漠中长出一朵花，这怎么可能？我非常好奇啊。第二一点就是，那你要说做油，它是不是要投入巨大，是很大的一个厂房？好像也不是，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产线，但是不大，就能够供全马，而且有人还找他们代工，他还在慢慢做出口。原来大马的创业环境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有改变。对。我觉得它这个厂房的无人，就是说，自动化程度，净化间程度，还有这个洁净程度和它的这个管理水平啊，就是跟我以前服务的外资企业就真的是有的一拼啊。因为以前我们都服务的是那种土豪的公司，它完全就是根据那种非常理想当中的这个工厂就是设计出来的。我感觉到有几分这个相似之处，但是我觉得它的人员更为精简。你看，在它的非常爽，停车库都不那么多车的。对，他跟我们介绍说，他的这个整个炼油车间的话，只需要一个人做一个场地巡视，和另外一个人坐在这个操控间里面监测各种电脑上的数据就可以了。它的灌装车间是完全的无尘，甚至都不需要人在里面，就是能够机器完成自动化的灌装，你会非常精简，真的是没有想到。但是你又能看到他的一个投入的非常的舍得，就是我们参观了他的这样一个实验室，你看到这个创始人 Steven 跟我们眉飞色舞的介绍，一个桌子上面很小巧的一个仪器，各种德国进口的，一台几十万令吉的那种，的，对，这个只是为了检测油的颜色，这个只是为了看它的成分，什么什么这样，对，他很得意的。对的，你会觉得说，马来西亚大家都说外劳很便宜啊，这个劳动力成本很低嘛，那大家为什么不抓住这样一个低外劳成本的这个去做一些所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然后他为什么又搞一个像一个无人工厂一样的这样一个企业，可以 autopilot 这样自动去 run？我也有转变，因为在中国啊，你说科技类的企业，包括说新势力造那个新能源汽车，很多公司呢都是我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呢，我再做精，我会投入大量的设备，建立完善的 SOP 嘛，一个一个认证引入。但是 Steven 做是不，一个像你说的，检测设备一应俱全，最高档的上来，自动化的设备一应俱全，然后它的流程规范为什么可以证明呢？它把它把那个 MSPO 就马来西亚的可持续认证，它未来还会去拿 RSPO 就更高级的国际的，它都拿到。每一个认证的背后是需要你有一套完整的操作规范流程，你要有明确的记录来证明你做这样的事情。他在那么小的公司，一个实业才创立，他好像第2年就拿到了这所有的证书。对，还在 MCO 的时候，他非常重视。我就知道说，又是在大马，又做实业，又在创业。居然这么认真，这么高投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大马有这样认真的，有这么愿意投入去做事情的企业，我改变很大的。确实是你跟他谈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些事情啊，确实也符合他这样的一个经验丰富的理工男，还有包括说，就像他讲的，他的导师给到他指了一条这个最后一个瑰宝，这个红棕油。然后你会发现说，红棕油原来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棕油产量这么高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niche market，但是其实在马来西亚之外的欧美啊，甚至于这个
中东地区啊，它是如此 popular， 甚至说是相对高端的一款这个健康食用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能够理解他去做这个认证，因为它其中有一个认证是好像是国际性的认证，如果是产品要出货到欧美的话，这个是一个 must have。所以你看它能够成为这些在欧美的品牌的代工厂，这也是它很了不起的这样一个 achievement。对，说明我觉得背后那什么偏见被转变，就是大马真的有这样的公司，就它有一种 growth mind。刚开始我就把它建得很全，流程规范起来，未来像你讲，它有代工，它还在做一些出口，所以他跟我们一见面，他跟我开玩笑说，要不帮我卖到中国去吧？我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啊。但他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强的远见，在很小的时候把一切的规范都已经做到了。这我们在大马。当然，我们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公司，是能看到，感觉很幸运。对，我们会说，听到大马人也时常挂在嘴边说啊嘎，对，因为你好像觉得说什么东西没有关系，慢慢来或者 chill 一点。但你好像看到Steven 他的这个创业过程就是先紧，好像现在也没有松吧，反正我们不是也好奇问他嘛，你干嘛不用这种低成本的这个劳动力，你去做一些这种企业，把它就做大嘛？他讲到说。人会有这个心情好心情不好，如果几个人都心情不好，这里给你弄一点少一点，那边给你少一点，整个拼出来一个大的地方就会偏离很多。他要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 human error，他要非常精确的能够自动化的 sustainable 的一个运营。我会发现说这个想真的非常深远，而且非常舍得在前期是我觉得应该是自掏腰包，真的是非常有情怀的这样去创业。那么我们就要落实到人的身上，看到了红棕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样一个大马人的哪些认知算是像偏见一样的被转变过来了？是什么呢？我觉得大马的人才，真正的看到了他们就是从理性，还有到这种勇于学习，然后接受挑战的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我真的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企业家，我非常佩服他。对，就是有点像在中国看到那种非常顶尖的高科技的，像华为里面他们就是这样的，比较拼，也讲究章法，会追求管理，然后改变又很快。对，可能我们平时可能做吃的或者接触我们的同行我们的这些观众都是家庭主妇，相对多一点，但有机会你看到真正在努力创业的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对，非常的没日没夜。你看他的带的员工也不一样，就他们会主动来跟我们见这种主动性，然后讲述自己企业发展未来梦想，他们已经把使命2个字挂到了墙上， 对吧？讲到自己老板的时候，真的是两眼发光，会自带微笑的，这个好久没有看到了。我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大公司的这个人嘛，对的，这个让我也挺为他们感到动容的。对的，因为我以前在律师事务所里面，我做过几年的这种VCPE 的这些工作，然后会接触到很多在中国的创业者，然后或者是代表一些基金去投这些创业者，跟他们在做 due diligence 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说，他们普遍的好像都是挣钱的这个欲望会就非常强，就是那种挣钱欲望的强，你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出来，他会告诉你很多的这个漂亮的数字然后企业取得怎样的成就。但是你跟 Steven 在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一种人到中年的这种睿智跟佛系。你会发现说他好像是很勤华，不着急赚钱。你可能觉得他的创业不是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创业者所谓饥渴的，然后hunger for success 这种很急切的，他好像是很有条不紊的，然后有自己的节奏，好像赚钱不是他的 priority， 而是先要把这个框架搭好，把他的 mission 先要去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要落实，之后然后再慢慢的，他有一个很长的计划，慢慢来会走得更远，对吧？而且他一起就起得很高直接去做这样的实业。我本来以为什么样的，他是那种梳着油头向后的，穿着西装的，对，是那种 sales 风格，人比较 presentable，然后又侃侃而谈的。其实这里面有2大转变，第一个是
他是非常实干的，一看就是穿着企业的工作服对，脸晒得黑黑的，一定是在外面经常跑的。然后有什么事他马上动手去做的。就你之前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要拍的时候要调一个灯光，那个他的员工把2个灯拿出来，他自己就跪在地上开始去接线了。对，我实在是太诧异了。这是一个转变，就他是很实干大马的企业家，这个我们有转变。第二个转变是，虽然你看我们认识的很多大马人，因为他是多语言，真的某一种语言家把中文讲得很有条理很好，词汇量很丰富，那就相对会少一点。可是他在那么实干啊，这么本土的大马人的情况下，一个理工男，他的表达又是很好的，这点你好像印象也很深的。是的，是的，我真的是觉得他的这个凝练程度啊，还有就是讲话思路的这个清晰啊，甚至超过于很多我们见到过的电视台媒体里的人，专业文字工作者，对吧？媒体记者，我觉得比他们要好多了。或者有些大马做博主的，他都要好，我觉得。对的，口条很好，对。但是你又会在他的回答当中，你发现他是一个传统的理科生，他让什么东西喜欢跟你讲数据，然后也不喜欢跟人家去比较。比如说我问到说你有什么理由，就是马上会说服我去变更我的家里面用的这个油，对吧？我可能以为他会跟我讲一堆这个橄榄油的不好啊，或者说是牛油果油的不好，没有。他就是用自己的数据说他的产品的数据是怎么样子的，他好像是给到我很大的留白，好像很自信的，然后他觉得他自己的产品通过我的研究啊，不是他的嘴巴哦，我会得出一个结论，就这种淡定就是非常这样10个问题的答案哦，你可以在我们的会员节目中看到啊，因为我们会把它制作播放出来。所以最后啊，我突然发现有一样东西并没有转变，而是突然的发现，就是我发现他做这个 Harvest 红棕油这品牌和我们做 Oka 有许多接近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就聊得很开心，很热络。你看，真的，我们的鸡腿，他们的油是不是都是低温技术？我们都需要用真空把它给提炼。虽然我们要简单的多嘛，人家是做油的，然后我们都希望在一个原先，你看在大马有白切鸡有炸鸡，但是做我们这种卤的三文鱼是低温慢煮的，没有，就是好像已经很成熟的地方来一个新东西，有创意的，不是直接做 copycats 这样。又是不一样吧？对。还有一点，他也说了，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希望把这些健康的理念传播给别人，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我觉得我们也是，我们才没做多久就跟大家分享过，好像我们把这种关爱和关心能够传播给其他人，已经变成我们特别开心的事情。因为活生生的一个顾客的例子就摆在我们眼前，他们说我们健康有改变，我的家人很开心，我的父母朋友哇很感激，就变成我们的一种动力了。对吧？这个也很一样，你看巧不巧？还有个不知道就是相同点，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什么？我觉得当讲不当讲，通常要讲。我觉得我们都跟 Steven 一样，不太差钱，就是创业的时候不太差钱，你知道吗？对，就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但是我们不如他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身家去砸了，做这么大的一个投资，因为他之前跟我们讲，他就是做这些炼油厂的这些生产车间的设计，还有包括帮助他们去建成这些厂家，他有很多很多的经验，他在这方面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然后他现在来建自己的厂，是，我觉得他这里面是这个投入是巨大的呀，对吧？好，我们2个人的聊天啊，只是一个引子，带你走入我们之后和 Steven 的一场40分钟的对话。如果你加入会员的话呢，还能看到王太跟他快问快答10多个问题啊，看他能不能被逼得哑口无言。那现在啊，如果你来购买我们的产品，不单有礼包应要到9月中之前，我们都会有价值68的礼包，加上我们的新品送给你，还会附上什么呢？2支 Harvest 他们的这个红棕油做成的 sachet 装，这很有趣。你看一个企业从创新开始做，就会做出很多新的市场，它有点像是一个保健品，他们还进入了很多药房。这是很有创意啊！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大卖，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采访和快问快答。那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对大马的3个偏见的改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